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在美股大盘指数于高位疯狂起舞的同时，一场由机构法人与聪明资金主导的结构性出清，已经在2026年5月的实体资金申报中，冷静地为盲从指数的散户拉响了警戒。根据摩根大通最新发布的美国资产管理公司5月月报，我们正目睹一场极具张力的市场分裂。虽然科技巨头强行托高了名义指数，但最真实反映民间与中产阶级资金温度的股票型基金净流入，却在5月出现了显著的降温与退潮。长期被奉为无脑做多大盘圣经，以先锋领航为首的被动指数型核心产品，在5月的月环比净申购量集体遭遇了滑铁卢。今天我们带大家看清小摩最新报告，在资产配置的大变局下，如何做好我们的不对称防御卡位。要透视下半年度美股真实的估值底牌，我们必须将观测重心锁定在资金流向的边际变化上。摩根大通指出，在刚刚过去的5月，美股的名义繁荣遮盖了底层资产的实质失血。虽然大盘顶着高基准利率的重力一路走高，但主动与被动股票型基金的净申购流入，其扩张斜率正出现显著的急刹车。点解这张来自华尔街一线的资金申报单，会发现被动投资巨头先锋领航旗下的3大王牌产品，先锋领航总体股市指数基金、先锋领航500指数基金以及先锋领航国际指数基金，其5月的单月净申购量集体交出了远低于过往均值的滑铁卢式下滑。这3大旗舰产品的吸金力大幅降温，直接向全市场证实，随着美股估值被推升至历史性的极端高位，全球最聪明的钱已经开始对无脑做多大盘指数这一落后教条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并正以极快的流速撤离过热的被动股票基金。那么，这些从被动股票指数中退缩出来的数千亿美元流动性，在实体世界里到底去了哪里？摩根大通报告指出，目前资金正加速涌入2大安全港。第一是货币市场基金，随着报税季结束，资金在5月出现获利回流，单月全球净申购高达1320亿美元，扭转了4月流出1210亿美元的退市。在联准会维持 5.25% 高利率的背景下，高能见度的安全无风险年化收益率依然吸引了大量散户与机构资金。第二是固定收益资产，5月流入全球固定收益资产的净资金从4月的430亿美元暴增至119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整个美股固收与债券基金市场已连续1年多没有出现过单月净促回，上一次净流出已是2025年4月。这长达1年以上的零流出记录与1190亿美元的资金灌入，证实债市在殖利率见顶的宏观环境下展现了极强的配置弹性。这项转变也让资产管理巨头的竞争格局出现双轨分化。先锋领航500等被动产品5月虽以360亿美元总流入维持行业第一，但主要增长已转向低毛利的货币与固收市场，而紧随其后的贝莱德则凭借其在固收市场的主导权，在5月缴出330亿美元的强劲流入，与先锋领航展开贴身肉搏。不过，未来仍有2大潜在下行风险，一是下半年可能出现再融资失控的供应井喷，若美债殖利率急速回落，企业集中发债将会对信用利差和债券型基金净值造成压力。二是大宗商品价格若在下半年因地缘政治恶化或供应链摩擦出现非线性2次暴涨，将拉高通膨预期，并迫使全球央行重新收紧，对债市长达1年的零流出记录构成潜在的止损重压。华瑞认为，这份资产管理大数据报告用真实数据戳破了名义繁荣，这本质上是一场由美股高本益比倒逼被动投资降温，末币基金锁定无风险利润，以及固定收益建立铁甲防线所共同主导的结构性重塑。华瑞认为，对于投资者而言，要看懂这场资本巨浪的真实走向，我们应当将观测重心锁定在2个最底层的资产管理工作指标上。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家密切盯紧2条实务线索。第一是看先锋领航与贝莱德等巨头在接下来季度申报中，其被动股票型基金相较于固定收益基金的净申购比率变化，这能最灵敏直接地反映出大庄家资金对高估值大盘的实质性撤离与防御流速。第二，
则是密切关注美债10年期收益率在 5% 关口前，全球固定收益资产是否能继续维持其自2025年4月以来零净重回的钢铁防护记录。把这两项高密度的实体硬指标学起来，我们才能在宏观流动性的剧烈拉锯中理清头绪，提前为自己的资产找到最安全也是最稳妥的跨资产防御与避险路线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